铁粉，你这是什么待客之道？一点都不懂得尊重。为齐侯，怎么说也是先帝封的侯。冠夫，你喝多了。好，冠夫兄，来，走开！你要管，先管好自己的夫君。这么说，不要再弄个野孩子进门。哎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公主，莫怪，冠夫喝多了，我们回去。哼，铁粉，哎，你如今是贵人了，就忘了魏启侯在先帝朝中做大将军时，自己还是个小小的郎官吗？如此怠慢他，这成何体统？你这个丞相之位，还不是靠你姐姐强占回来的？你放肆！你卖官鬻爵，贪赃枉法，霸人田产，贿赂后宫，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小罪。我还知道你一些抄家灭族的大阴谋，证据确凿。冠夫借酒闹事，来人，抓住他！参见皇太后。弟弟，你刚新婚，不陪夫人，怎么一大早就跑进宫来了？姐姐，你把我给害惨了。弟弟，你快起来！你说我怎么把你给害惨了？你娶燕王女儿为妻，我出资替你办婚宴，我碍着皇太后的身份不便出席，却下诏让长安城的关侯去给你添面子。哎，他们是来给我添屈辱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冠夫昨天晚上在婚宴之上，当众侮辱本官，说我欺压前朝丞相，那也就罢了。可是他还骂姐姐你，说你偏私护短，为弟弟争逐丞相之位。这个冠夫真是目中无人，胡说八道！我叫人把他抓起来。姐姐恕罪，为免婚宴出差错，得罪燕王，我已将他收押起来了。你是丞相，这点小事何罪之有？哎呀，我是怕别人说我没气度，仗势欺人，而损了姐姐你的名声。别怕，我让皇帝治冠夫的罪，旁人没话说。哎，姐姐万万不可，只怕皇上相信冠夫之言，反定我罪呀。皇帝怎么会凭一个莽夫的话治自己亲舅父的罪呢？其实皇上早就想废相，以见内朝。现在朝政之事直接和内朝官商议，我是不得过问的。真有此事？是啊。我去找皇帝问个清楚。哎，姐姐，不要再为了我这个无德无能的弟弟，伤了你们母子情。我这个丞相不做就罢，如今皇上已经厌弃我。哼，众臣正如冠夫所骂的，说我以权压人，霸占田产，勾结外戚。我还是罢官归田，以免姐姐你再遭受人闲话。什么田产？谁的外戚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那还不就是因为城南30里那块地吗？好甜呐！皇后待臣妾们真好，上好的贡品都赏与我们品尝。是皇太后待皇后好。丞相夫人从燕国带来献给皇太后的大枣，皇太后全留给了皇后。妹妹们若是喜欢，尽管多吃一点。皇太后驾到！皇太后请安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来得真巧，我刚把母后赏的枣子分与妹妹们品尝，大家都说鲜甜可口。谢皇太后恩赐。皇后真是知大体，众妃也知进退。可某些人呐，口蜜如枣，
心嘛。魏夫人，臣妾在。此早可好？皇太后疼惜皇后，皇后关怀臣妾，赏赐之时节。你在宫里享先尝甜，可知丞相新婚之夜，却因你而被冠夫辱骂，实不知味。母后息怒，妹妹向来待人仁厚，怎么会让丞相难堪呢？当中该有误会，即使有错，必属无心啊。无心？我看分明就是有意吧。上次说以孝为先，看似劝解皇帝与丞相，却在背地里兴风作浪，一箭生就。臣妾愚昧，还请皇太后明示。愚昧？你聪明得很。皇帝护你，就恃宠生骄，竟叫兄长去向丞相科索田地，贪得无厌。丞相勉为其难替你们要了，你们又怕受责，不敢要。不要也就算了，你那该死的兄长，竟然厚颜无耻，反说是丞相赠田地，意图巴结，污蔑丞相。你们魏氏一族，那些无功无职的兄姐们，在外仗势欺人，骄横放肆，全都是因你的纵容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没罪。你再说一次。还是那句，臣妾没罪。启禀皇太后，臣妾与家人一直谨记母训，不受无功之禄。臣妾的兄长也从未向任何人索取田地。你是说，丞相冤枉你了？臣妾不敢。只是，丞相确实主动提出要赠与田地，可是兄长最后并没有收受。你是想说丞相冤枉你？那么是丞相主动送地，也是意图要巴结你们魏家，而你们魏家居然还拒绝了。母后息怒，魏夫人，虽然科索和散播谣言与你无关，可是，你再重亲情，也不能这样为了亲人而惹皇太后生气啊！可是臣妾一家从未对任何人提起丞相赠地一事，那污蔑之罪，实不能承认。城南30里那块地本属于魏齐侯窦婴，相信冠夫正因如此才得知此事，还请皇太后、皇后明鉴。母后，这么说来，魏家清正廉洁，品德高尚，丞相受辱，全跟魏家无关了。是吗？魏家真的是不贪不抢不争不妒？你别以为我们都忘了你的出身，你母亲也不过是个婢仆，一介山野之民，竟如此自言清高，得盖丞相。你别想欺瞒哀家。臣妾所言，句句属实。家慈虽为婢仆，一生坎坷，但古传遗训所知不少。家母教导儿女，要克己守礼，以贪盗为耻，哪怕就是饿死，也绝不贪念别人一粒米谷。我们一家人虽为婢仆，但是深知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兄姐们，一无科索田地，二无污蔑丞相，三无骄横放肆，还请皇太后明察。你好啊你！魏夫人，你进宫多少年了？后宫的规矩礼仪你都忘了吗？无论怎样，也不该出言顶撞。你这样叫皇太后的颜面何存？臣妾并非有意冲撞皇太后。母后，你怎么样？
便弃兵了才好。皇太后息怒，都是臣妾的错，没有好好管教后宫，才让母后受屈辱被冒犯。母后要责罚，就责罚臣妾吧。这才是识大体，你懂了吗？枉费哀家疼惜了你这么久，你却是这样对哀家，皇太后，快传太医令！你太过分了，把皇太后气病了。皇太后息怒，臣你妾闭嘴！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急于维护家人的气节，逆言犯上，求陛下降罪。哎，起来吧，坐。朕难道还不清楚你的为人吗？幸好母后这次身体无碍，就判你个有情可原吧。手这么冷啊，来，觉得如何？好暖和。炉虽暖和，可是将手靠得太近，就会烫伤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以后凡事都会把握分寸，会想办法让皇太后消气宽心。那朕就放心了。可有些人总叫人烦恼。好一个莽夫！陛下指的是冠大人。他这一骂惹出这么多的火苗，现在就如这炉中的焦炭，自身难保了。难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朕本想让姐姐从中调和，可是那冠夫真是不知好歹，姐姐好心去劝阻，竟也被他折辱。这次姐姐撒手不管了。母后为了女儿的名声和弟弟的尊严，定要冠夫人头落地才能解恨。要朕如何去救他？陛下英明，定会想到妙策。这事牵扯到母后，难啊。陛下英明睿智，总能让情况逆转。当年汲黯撕开粮仓，招朝臣画饼，阻挠新政。陛下外出走一趟，即顺势把钦宗的腐败全抖出来，反让太皇太后看清情况，因此造就新政。天芬巧取豪夺，结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强霸民产，每一桩每一件，断不会全无证据。你看，失掉的炭是掩藏不住的，更何况那天芬罪行昭昭。这一切若当众揭发，依我看来，即便是母后，也再难以亲情包庇。管他外面风云变幻，水火相攻，现在我们两个只需舒心安逸地欣赏这场好戏。知道了，母亲，我看的正高兴呢。那个女人啊，平时多沉着，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。可以说到家人，母后不过就3言2语，她就方寸大乱，不知道轻重了。家人嘛，皮肉相连，人家魏夫人要护住家人，而皇太后又要护住她的亲弟弟，这个火头一起，她得罪皇太后的机会就多了。可是那个冠夫，只不过是酒后失言，定不了大罪。皇上现在还那么疼他，必定会为他想办法。要不，我们在火上浇点油？哎，娇儿别急，你现在是皇太后心目中的贤惠好媳妇啊，这种煽风点火的事，不可以做得太着痕迹。可是，我怕这次
再让他占了上风，皇上定会更在意他。现在田汾和那窦婴已成水火之状，冠夫将火挑起，更是引火上身。窦婴一定会插手护住冠夫，而田汾也定会抓住机会不放。不用我们费神，他们已经在上演一场外戚争斗的大戏了。只要我们在适当的时候，将那个女人说成是和窦婴一伙的，那就足以令他担起勾结势力、意图干政的大罪了吗？真会这么严重？娇儿啊，你现在就该开开心心的，看看风景，吃吃点心，看准机会，再去扇扇风，懂吗？懂了，母亲。那我们如今就静观风云好了。不是可三问，丞相或可再补？不，季补也沾过，贵补也问过了，全部都是一样，统统都是不及，还补什么？想到对付冠夫的计策没有？暂时还没有。哼，真是白养了你们，全都是吃闲饭的。关键时刻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所说的，到底是虚言还是实话？有多少人知道？又知道了多少？他手中掌握的证据，你们一点都查不出吗？这个恐怕需要点时间。冠夫食客众多，他的罪名又未落实，我们不好抄家搜查呀。那就想办法让我抄他的家。难道让我干等吗？当他的食客，收集我的证据呈给皇上吗？早知我位极丞相，当年我真是不应该。这件事绝对不可以泄露，否则会株连九族，连我姐姐都保不住我。那何不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？蠢材！冠夫辱骂本相，说我种种罪状，朝中上下无人不知。倘若他于关押时猝死，那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不行，一定要让他名正言顺被定罪，而且须定死罪，我才可以放心。小人参见丞相。你是个看相的，为何旗幡上不写神机妙算、料事如神？这个“计”字是何意思？小人不算命，只献计，以计谋生。此处荒芜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你选择在此卖计，能谋生吗？市井人流虽多，但机缘未到，人再多也枉然。而这荒郊，却是有缘人必经之路，一个就足够了。那个人你等到没有？有缘人近在咫尺，就是丞相。草民在此恭候多时。你怎么知道我会经过这里？这里乃是五色帝庙必经之路，而五色帝庙正是帝王、朝臣求神祈福、问道解惑之地。其实，万事万物必有命理天意，顺应了天意，自然万事皆通。丞相与其求神问卜，不如应了这天意，给小人一个机会，听听小人的计如何？如你所言，我历代大汉皇帝共拜五色帝，如今风调雨顺，国运昌隆，你凭什么自比五色帝？可解我烦忧。就凭小人知道丞相的烦忧是如何置一个人于死地。而小人这个瓶里，正巧卖的不是药，而是杀人刀。
这茭白酒热得刚好，内含玉衡心经与百叶仙药，可令丞相延年益寿。这酒中川椒和侧百叶要受正月采的最好，小人以蜜蜂浸泡了7日，应该正合口味。知道我爱饮这种茭白酒，也知道我从来不喝第一杯的习惯，你真是下了一番功夫。说，你究竟是何人？小人以卖技为生，小人是有卖技之能的人。不要拐弯，你这一技究竟是什么？说来也简单，玄机尽在12字之中：饮水清，灌世凝；饮水浊，灌世足。丞相，可知此话何意？继续说。冠夫在丞相婚宴上闹事，虽罪不至死，但其宗族人众，财雄势大，总有几个不孝子弟，仗势做些不法之事。若要饮水变浑浊，则是冠氏族人在杀人作乱。丞相在冠夫身上难定死罪，何不到其家乡颍川一探究竟？冠氏亲族仗势凌人、贪赃枉法的罪证，顺手就可拈来，然后借刀杀人。就这样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其实我早就已经派人去查探了。就凭你这一点点能耐，加上这么一点点计策，就想投靠我？看来今天你的计是白卖了，这些酒也白煮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时间让你白耗了。哼！那个袁叔看来倒是个人物，丞相为何不用他？计策已取，何须再用此人？可是，丞相不是正迫切需要贤士吗？此人对我了如指掌，费啥心机投靠？野心太大，留在身边恐怕日后难以驾驭。一旦他要出计反我害我，你们能应付得了吗？是，丞相英明。他只是用了12个字，就点出除去我大患的妙计，为何我身边竟是一些自以为是的愚钝之徒呢？有丞相的教导，小的们会越来越长进的。人家已经替我们搭桥铺路了，赶紧派人去颍川，搜集冠夫宗族的罪证，快！诺。这蜜蛮渣酸中带甜，又香脆可口，好吃。陛下再尝尝这块黄金糕。这次的怎么跟你上次做的不太一样？今天改变了做法，当中掺了新酿的桂花，是不是不好吃？香甜不腻，齿颊留香，比之前的更好吃。陛下捉弄我，你也别太紧张了。我看这些啊，别说吃，母后就是看一眼都会胃口大开。当真如此就好。臣妾真希望皇太后能够消气、舒心。放心，这些全对了她的胃口。其实啊，你侍奉了母后这么多年，怎么会连她的喜好都拿捏不好呢？多虑了。臣妾确实有些惶恐。别怕，朕的子夫如此贤惠，肯定可以把母后安抚好，让朕无后顾之忧。无后顾之忧？陛下是不是在心中有盘算了？冠夫一案，
朕已下令群臣在东宫廷议，召窦婴入宫，与田汾当庭辩个明白，让众臣评议。到时候，窦婴为维护冠夫，一定会列出田汾的种种徇私罪状。冠夫污蔑之罪得脱，而丞相的罪行就无所遁形，朕便一举罢相。宣魏启豪窦婴。臣魏齐侯窦婴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冠夫骂作，朝野震惊。今日廷议，由魏齐侯与丞相双方陈词，再让众卿评断。朕会秉公处理。谨遵皇命。魏齐侯，你说。启禀陛下，冠夫乃我大汉之勇士，日前丞相婚宴，只不过醉后失态，而田丞相，却说冠夫醉酒闹事，囚禁冠夫，岂是酒后胡言？冠夫分明是借罪行凶，诬陷丞相。若人人都借酒妄辱朝臣，那还要朝纲法制何用？其罪之重，当以诛杀。恐怕丞相要治的，并非诬陷之罪吧，而是以冠夫结下的夙愿旧仇，以及冠夫最后戳破了你卖官鬻爵、囤积米粮、私置官钱、虐杀异己的种种恶行吧。你不要在此胡言乱语，你诬告本相同样有罪。陛下，臣方才所言千真万确，若是诬告，臣愿领罪。那魏齐侯可有证据？有。陛下，此乃田丞相所犯罪行的记录证据。魏齐侯所谓的证据，未知从何得来？此乃冠夫和他的食客搜集而来。冠夫，陛下不必看了。丞相何出此言啊？陛下，冠夫绝不可信，他结交奸猾之徒，纵容亲信，欺压百姓，横行颍川。颍川的百姓都在唱颍水清，冠氏宁；颍水浊，冠氏足啊！魏齐侯所说的大汉勇士，实乃害民恶贼，所举之证焉能作证？丞相，你的话又有何证据？有，拿进来。诺。铁证如山，不是一两箱，而是整整1箱，全部来自颍川，百姓签书状告，请陛下验证。韩御史，依你看，这冠夫为人险诈，所指老夫口供，还能相信吗？启禀陛下，若是罪证确凿，确实难以相信。哼，冠夫当日还指平阳公主未能管好夫婿，更收容私生子。太中大夫，你本出自平阳侯府，你认为冠夫如此羞辱公主，可以轻饶吗？诸位又以为呢？所谓技大于本，敬大于古，不折必批。冠夫借罪行凶，冒犯宗室，求陛下赐死，以正朝纲，并按魏齐侯先前承诺，将诬告丞相者下狱，以儆效尤。陛下若以为证据不够，臣还有一车铁证，正自颍川赶运入京，请陛下圣裁。今日廷议到此为止，窦婴下狱戴罪。对，就哀家的亲儿怎么如此偏袒外人？说什么秉公处置，丞相呈上一车的证据，他还不立刻判死？那窦婴以伪证诬陷丞相，竟然只判他下狱戴罪。母后，先别生气，
皇上向来断事英明，心明眼亮，今日这事或许另有因由。皇上向来重孝，有什么原因让他忤逆母后的意思呢？除非是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吧。你说的是谁？哎呀，这些事我真是不敢乱讲。说，哀家要你说。冠夫和窦婴两人是魏夫人的救命恩人，会不会是魏夫人为了感恩图报，已经在枕边求了情呢？又是他！母后息怒，皇上该不会为了顾及一个姬妾的面子，而把母后和舅父的颜面放一边吧？娇儿，你时时都在皇上身边，为何不好好劝劝皇上呢？皇上怎么肯听我的？我也不想跟别人争。哀家就知道他会骗心，可娇儿你才是他的皇后啊！算了算了，后宫的事，皇上只听那个魏夫人的，娇儿都不敢多话。可怎么连朝政大事，也任由一个小小的姬妾随意摆布呢？这成何体统？魏夫人求见。来得正好。拜见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臣妾听闻皇太后最近胃口不佳，特意带了几样小点，请皇太后品尝。你弟弟卫青可好啊？谢皇太后关心，卫青一切安好。既然你弟弟一切安好，那你自然胃口极佳，吃得下，睡得饱。哀家可就不好了，哀家的弟弟身为丞相，却被人欺辱，你叫哀家怎么吃得下？你把这些吃的东西带回去给你弟弟吃吧。皇太后息怒，臣妾只是关心皇太后凤体安康。哀家这个皇太后能否安康，看来还得你这个魏夫人说了算呢。臣妾愚钝，臣妾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愿听皇太后教诲。丞相手里如山的铁证，都不比你魏夫人的一句话。能颠倒黑白，干扰皇帝，逆错为正。臣妾不敢，请皇太后明鉴。何况皇上英明，又怎会受臣妾左右？你是否左右人心，哀家早就看透。魏长公主伶俐可爱，哀家赐她小点，可她却要看你的脸色才敢吃。皇太后，只因魏长公主身子，哀家早就识破了你心口不一。嘴巴上说不干政，可背地里却结党连群，勾结窦婴和冠夫，陷害我们皇室宗族。母后，或许这件事情魏夫人实不知情，纯粹是皇上圣裁。其实不用魏夫人开口，皇上也会顾及她的感受。那丞相受辱就可以不理了？哀家今日身为皇太后，都护不了自己的亲弟弟，他日哀家故去，他还不任人宰割，任人鱼肉？母后，你怎么说这么重的话？母后凤仪天下，寿山福海。魏夫人精心为皇太后准备了美典，可见她也自觉不适，有请罪之心了。皇上平日最看重的是妹妹所说的后宫和乐。妹妹呈上的食物，母后，你怎么也吃一点点，好让妹妹尽她的孝心，也算是顺皇上的心意啊。别让母子之间有嫌隙。荒唐！哀家要吃她的东西，才能维系哀家和皇帝之间的关系，才能表示我们母子无嫌隙。她算什么人？哀家吃她的东西，哀家不吃不吃，哀家非要灭了她朋党不可。皇帝如果不下旨杀了冠夫，哀家就绝不吃任何东西。
看皇帝到底是听你这个姬妾的，还是听我这个母后的？皇太后，臣妾向陛下请罪。你这是为何？快起来！臣妾愧对陛下，不能让皇太后息怒，反增其忧恼，让陛下为难了。再没有什么为难。朕刚已下诏，判管夫死罪。什么？有什么好诧异的？朕还能有什么选择？可是陛下，杀人诏书一下没法挽回，陛下可否？罪证如山，不得不杀。可是，证据会否造假？又或者是遭人陷害？也许可以。够了！你既然知道朕有多为难，怎么还说这些？你忘了朕有多想在廷议中救出冠夫，再一举罢相吗？是臣妾多言了，臣妾只是怕陛下杀错了一个曾经福业相助的人，将来会后悔难过。冠夫亲族鱼肉百姓，桩桩件件皆有证可查，不容抵赖。即使未必全跟他有关，他也脱不了纵容之罪。朕若不严惩，以正朝纲，同样是纵容。臣妾愚昧无能，未能为陛下分忧。你若想替朕分忧，就想办法让母后尽释。之前朕念及冠夫的忠勇，不忍治罪，但已有人暗中议论纷纷，说朕姑息养奸，成了昏君。朕不想再担负个饿死亲母的罪名。朕只是想，唉，算了。白明，在。朕要出去透透气，其他人不用相陪了。诺。皇后真有雅兴。给陛下请安。刚才太过入神，未能及时迎驾，陛下恕罪。无妨。朕刚才听到琴声，就循声走到这里。原来是皇后在此抚琴。其实，臣妾并非抚琴，而是在谱曲。哦，谱曲，唱新曲。这是在为谁谱曲？是为母后。母后先前心情不佳，臣妾刚刚去探望她，她总算答应臣妾肯用膳了。真的？臣妾也甚是高兴，所以就想着谱首新曲弹奏于母后，好让她抒怀。以前不知你还懂音律。臣妾知道自己脾气急躁，总惹陛下心烦，所以臣妾决心改过。学琴，陶冶性情，修身养性。音律果然能让人有所改变。以前臣妾事事好强，只顾争风吃醋，到头来真是烦了陛下，也苦了自己。其实，臣妾已是6宫之首，应该以嘉德一行作为典范。又有什么要争、要计较的呢？与音律作伴久了，臣妾才渐渐明白，有时候几个简单的音节，只要相辅相成，就可变奏出各式曲调。过多修饰堆砌，反而变得杂乱扰人。舍得放下，才是正理。这与后宫处世之道，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！没想到皇后能有这番领悟，这种转变，真让朕另眼相看了。
陛下过奖了。其实，臣妾只想做个好妻子，统帅后宫，照顾母后，希望能为陛下分一点忧，于愿足矣。你能劝服母后不再绝食，已是帮了朕一个大忙，应记一过。陛下，这是臣妾的分内事。哎，这是什么香？味道这么熟悉。陛下还记得这香气？当年你还未当太子，有一次你跑来告诉臣妾说，很喜欢祖母房中的香味，臣妾就悄悄地去偷了给你。我们还一起躲在宫中一角，偷偷的闻。后来被祖母发现了，要罚你抄礼经呢。转眼今年，陛下登基，臣妾位极皇后，陛下也兑现了金屋藏娇的诺言。可是房中已无香，金屋也……臣妾怨怼过后，也只得内省，发觉自己真的有很多不对。陛下，臣妾过去让你为难了。金屋怎会无香？现在这香气更胜当年，少了浓烈，却更添几分醇厚。陛下若是喜欢，臣妾以后日日为陛下添香。为朕弹奏一曲，来，为朕弹奏。陛下，此曲臣妾还未写好，怕陛下见笑。不过，交房殿中倒是有几首写好的，陛下若有兴致，不如去评定评定。好，白明，起驾交房殿。诺。煽风点火惹太后绝食，抚琴谱曲引皇上欣赏，再来个熏香回忆扣君心垂怜，真是技技精妙，引得皇上重临交房殿，让我娇儿重获圣宠。要不是窦太主事无巨细，述说周详，小人也不能对困局了如指掌，一使众地。先生果然是料事如神，足智多谋，堪称世外高人。为何不让我早点遇见你呢？袁叔一直怀才不遇，如今终遇伯乐，这是小人的福气，这是命啊！袁叔愿为窦太主和皇后效犬马之劳，忠心不二。好。那个丞相田汾真是没眼光，不懂得欣赏人才，竟使出用计不用人这种卑劣的手段。哼，田汾的失算反倒成了我的胜算。从今之后，先生你真是要多为娇儿出谋划策，我们母女一定不会亏待你，必重重有赏。多谢窦太主，小人如今只使了第1计，还有千方百计。定能扫除皇后身边的所有障碍，永保皇后统领6宫，母仪天下。好，那就好。但是如果要令我娇儿常得圣恩，目前我要对付的人就是卫氏一族。请窦太主放心，窦太主一声令下，要他们永不超生，也只在鼓掌之间。子夫，祈福的花儿都够了吧？够了。子夫，你也别太担心冠大人还有魏齐侯他们了。他们仗义敢言，又对我有恩，我怎能不担心呢？
可是，连皇上也被逼下诏降罪。子夫，你以这山茶花为他们祈福，我相信他们必能像这花一样，花期绵长，生生不息，遇上寒霜依然盛放，绝处逢生。皇后金安。哟，妹妹这么清闲，有空来赏花呀？臣妾不是来赏花，只是来采花做祈福之用。祈福？哦，对了，你是应该祈福，好让皇太后不再生你的气，皇上不要冷落你，还有你身边的朋友平安无恙，逃过疾刑。原来魏夫人这阵子如此时运不济，事事不顺呢。我实在是太忙了，本想去帮妹妹祈福，可是皇上天天来我交房殿，我真是分身乏术啊。皇上喜欢边享花酒美点，边听我抚琴唱咏。唉，若不是我亲自采的花，亲手做的小点，皇上都不吃呢。让皇后操心了，臣妾不是为自己祈福，臣妾只是希望皇太后能身体安康，皇上顺心如意，也希望朋友平安无事。唉，想不到你愿望那么多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不过，只怕想让皇太后长乐无愁，那你的朋友就难保平安了。我们走。她虽然是皇后，但也不能这么嘲讽人吧？不用生气，我们只要不在意，笑骂由人，便能心安。而且，反正我也什么不求，只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平安开心就好了。嗯。君侯，君侯，魏大人，君侯，你还好吗？我和姐姐都很担心你，可是她不能亲自来看你，还望君侯见谅。魏夫人可真是有心呐！烦你转告，老夫还好。君侯，你本为朋友之意，替关大人解困，不想却令自己身陷囹圄。其实是我害了他。如果当初不是我坚持让他去田汾的婚宴，如果不是我在婚宴上受到田汾的冷落，冠夫就不会醉酒怒骂田汾，招致杀身之祸。君侯，有什么是晚辈可以为你做的吗？事到如今，也只有皇上能处理了。幸好先帝留下了遗诏，若我在危难之中，可承诏免圣。我已命子侄将遗诏送入宫中，相信很快就能见到皇上。我要为官府再次申辩。想见皇上，你是做梦呢吧？丞相，何出此言？窦婴伪造遗诏，欺君罔上，最终还是死路一条。田汾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伪造遗诏，亏你也想得出来。所有诏书都与尚书署有存档，就是在尚书署找不出窦婴所呈上的那份遗诏的副本，那还不是造假吗？不可能！我窦婴一生顶天立地，从无欺上瞒下，怎么会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？我要见皇上！我要见皇上！皇上如今呢，重修了与我姐姐的关系，才不会为了你再伤了母子情谊。窦婴，
我本念你我曾同朝为官，我真的想放你一马。可是你自绝后路，犯下这种死罪。你跟冠夫这么要好，明天他上路之后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冠夫今晚吃过最后一顿，明日午时就押赴刑场处斩呢。哎，你别急，你也很快要跟他黄泉路上相伴，再可以把酒共醉了。行刑！此人假传圣旨，立即行刑！大胆段宏，竟敢私闯法场，抓住他！段兄弟，有你为我送行，足矣了。挡拦者，当诛同罪，斩了他！诺。行刑！住手！卫青，你私闯刑场，该当何罪？太中大夫卫青，奉皇上口谕，祁门仆射段宏，从西域出使回京，至今未向皇上复命。皇上宣段宏非常殿觐见。段宏假传圣旨，力斩不赦，阻挠者同谋论罪，抓住他！谁敢？我乃皇上亲封的太中大夫，奉皇命而来，此剑就是凭证。我看谁敢逆旨抗命！驾！段宏，走！驾！我现在去见皇上。看你们如何收场！皇上，太中大夫卫青与祁门仆射段宏求见。段宏，是，段宏。传。诺。参见陛下。段宏，参见陛下。段宏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是为何？陛下，臣与段不夜前来请罪。
参见丞相。怎么样？回丞相，皇上正在议事，暂不能接见。皇上是否正在面见魏大人和段仆夜？还是请丞相先回，等皇上见完之后，自会再宣召丞相来。好，那我明白了。我们走。劫法场，假传圣旨。你们果然是胆大包天，一个闯祸还不够，你也去掺和了。陛下，当时情势危急，朕才刚刚了结了一桩难决的公案。你们两个这么快，却又给朕添难题。卫青，你可知道，假传圣旨是必死的大罪。臣这几年，常闻陛下对边城敌患忧心忡忡，还时常询问段仆夜在西域的情况。这次段仆夜突然回来，思量他必定有大事急奏，陛下也定想知详情，故提前在法场转达圣意。臣也不算假传圣旨，顶多算是揣测圣意。那你呢？栉风沐雨的赶回京来，是真的边关有事，还是只为了报知遇之恩，营救行刑之人呢？臣这次回来，是救忠良，除奸佞。你可知道，就凭这6个字，朕已经可以令你身首异处。臣所言并无差错，丞相的确诬陷忠良，我只是来替天行道。大胆！你说丞相诬陷忠良，可有证据？但冠夫纵容宗亲，横行颍川的种种罪行却是铁证如山，依法不能不斩。那魏齐侯呢？他先平七国之乱，又拼死反对太皇太后立梁王为主，让先帝得以将皇位传于陛下，公冠两朝，如此忠臣，何罪以至于问斩？难道陛下不是坐稳皇位之后，就亲舅父而叔魏齐侯这个忠臣，把旧臣功绩都给忘了？住口！依你所言，朕就是忘恩负义，错杀忠臣了。陛下，段仆夜忠君之心可昭日月，誓言皆因一时悲痛，求陛下恕其冒犯之罪。冒犯之罪，朕可以不计较，但是劫法场，朕又如何处置？天下臣民若认为朕办案不公，都来劫法场，这还有皇法吗？若朕轻饶，如何面对天下臣民？陛下，陛下，丞相他……朕不是已经吩咐过不见了吗？丞相已陪着皇太后入殿了。臣参见陛下。参见母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免了。丞相，免礼吧。哀家还以为皇帝是忙，连我这个母后都不见了。的确有事要办，耽搁着，才没有立即宣召舅父。没想到舅父去而复返，还请了母后来，而且来得这么快。说到快，哪比得上魏大夫和段仆夜？那边厢犯了国法，这边厢就来面圣。皇帝可知道何谓法，何谓治？要是国法不依，如何以治？国不治，哀家看天下就要大乱了。母后所言甚是，国法不能不彰，犯法不能不惩。不过，儿臣不太明白，如今是谁犯法？禀陛下，这2个人假传圣旨，
劫法场、阻行刑、抗皇命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死罪。现场百姓、刑场官兵都是人证，他们在刑场更遗下贴身佩剑以及出使毛节，就是物证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明察。假传圣旨，何以见得是假传呢？陛下，他们两人口口声声说奉陛下旨意，可是身上没有手谕，也没有圣旨，那不是假传，还是什么？白民，臣在。去传御史大夫来，朕要问他新法令的事。诺。慢着，还是待朕稍后写一道谕旨，你再去传，免得你被人说成假传圣旨，到时候又有人来烦朕了。诺。将剑传上来。卫青啊，你连传个口谕都要解下佩剑做担保吗？是不是朕的话比不上这把剑的分量？陛下，臣官小言轻，没人相信臣是传陛下口谕。事出突然，臣只好留下佩剑，待段不夜强行离开。官小言轻，看来朕要再升你官了。丞相，一切似乎都是你过于谨慎所致，纯粹是误会一场。起来吧。诺。皇帝，卫青既然真是传你口谕，哀家也无话可说。那么，这个人呢？他明明就是私劫法场，罪不可恕。如果要治罪，那也是先要治舅父的罪。陛下，臣不明白，请陛下明示。你可知道你身后那是什么？这是段仆夜出使西域所持的毛节，他亲带到刑场，并留在那里。现场的臣民皆可作证。回陛下，确实如此。既然如此，丞相难道不知道，此节是朕派遣使者的凭据，代表大汉，代表朕，见节如见朕吗？朕将此毛节交与段宏，就算段宏有罪，都必须亲来见朕交回毛节。丞相却无视法理体统，硬要当场问斩。段宏反抗是逼不得已。朕想问丞相，你当时心中是否只有杀人之气，全无敬朕之心？陛下，皇帝，丞相判段宏力斩不赦，虽然有点鲁莽，未有顾及段宏使臣的身份，可也只是一心想维护朝纲。难道谁人拿着这毛节就可以任意妄为吗？那日后母后放心，丞相以下犯上，几乎擅杀汉室，对朕不敬等等大罪，儿臣念他重法纪的份上，不予论处。至于段宏，擅闯刑场，虽因初回京城未知情由，于情可恕，但于法难容，朕不会轻饶。来人，在，给朕重重杖罚50，以儆效尤。诺。